现在你们还好吗？看到中山女高说马龙帅的笑到从椅子上掉下来。今天那些人说马龙帅，是他今天球打得好。那你今天把马龙跟陈杰宪来比，这个就超级无聊。假设今天我就是不看棒球，我喜欢看桌球，我陈杰宪长什么样子关我屁事啊！再讲个绿营很好理解的例子，你们很喜欢民进党，所以今天陈菊就是个高雄林志玲嘛，这个很难理解吗？就等于你没什么好酸的，拿这种思维末节的事情来这边吵，一秒闭嘴。台湾独立的标语啊，台湾独立啊！你这么做，请问有什么屁用？终身统战团看到可能会觉得恶心到了不爽，但你的台湾独立进程就增加了吗？假设想要建立一个正常国家台湾国，那你要去跟执政当局反映啊。他每次都说啊，都是蓝白不配合啦。过去8年你执政国会也过半，哪有什么蓝白不配合的问题？那很奇怪，你每次问到这个就开始跳针，无能狂怒，这不是最自卑的展现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站在青鸟们的立场，我觉得如果你自认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如果有自信，你会很在意人家叫你什么吗？或许你自诩你是台湾国，觉得叫你中华台北、中国台北，你听了很不爽，那你就正名制宪嘛。真正的鲁蛇就是参访团来，或者是我们去日本打球，然后你就举着一个台湾独立的标语，就是说啊，台湾独立啊，这不是最自卑的展现吗？你这么做，请问有什么屁用？那代表你不独立嘛？国人不会举一个美国独立啊，中国也不会举个中国独立啊。没错啊，从青鸟仔的角度，终身统战团看到可能会觉得恶心到了不爽，但又能怎样？你的台湾独立进程就增加了吗？假设你是有认知到我想要建立一个正常国家台湾国，那你要去跟执政当局反映啊。那现在执政当局叫什么党？民主进步党。那请问民主党纲里面有没有台湾独立建国？很奇怪啊，每次我跟现青鸟仔、前哥布林、前塔绿班、前1450辩论们的时候，这个核心问题永远绕不开啊。他每次都说啊，都是国民党在主党啦，都是蓝白不配合啦。过去8年你执政国会也过半，哪有什么蓝白不配合的问题？那很奇怪，那每次问到这个就开始跳针，无能狂怒，我觉得很好笑。还有像这次马龙来台湾，不知道要攻击他什么，就开始攻击人家长相，然后变态到间接攻击中山女高的女学生们很没有眼光。美丑是个人的喜好，但是今天那些人说马龙帅，不是他今天球打得好。那你今天把马龙跟陈杰宪来比，这个就超级无聊。假设今天我就是不看棒球，我喜欢看桌球，我陈杰宪长什么样子关我屁事啊！马龙就是一个桌球强者嘛，所以他在我眼中就是个帅哥嘛。那假设今天反过来，我是个棒球迷，那我就当然也不认识马龙啊，我就觉得陈杰宪很帅啊，就怎样？中山女高的学生喜欢打桌球，不喜欢看棒球，不行吗？这个很难理解吗？再讲个绿营很好理解的例子，你们很喜欢民进党，所以今天陈菊就是个高雄林志玲嘛，我也没意见嘛，对不对？虽然林志玲的粉丝们可能会有一些意见啊，就等于你没什么好酸的，拿这种思维末节的事情来这边吵。首先我先讲，陈杰宪是绝对无辜的。青鸟，我看到中山女高说马龙帅的贴文，笑到从椅子上掉下来。不说了，上照片，陈杰宪跟马龙对比，搞了半天，还被 Dcard 的同学反酸。粗略比较两位成就，颜值陈杰宪大于马龙，奥运金牌马龙大于陈杰宪，世锦赛金牌14个大于陈杰宪。陈杰宪12强绝对是台湾棒球的骄傲，我也看到哭了。但桌球常看到奥运就觉得中国队跟马龙强到让人绝望。青鸟没办法勇于面对台湾跟中国的缺点，总是在岛内自嗨，更可悲只能拿到4爷的外貌去跟人家比。青鸟自诩女权至上，没比东西却搞外貌歧视。当你跟青鸟讲大实话，他们跟沈伯洋又跟你是不是习近平叫你来这样说的？台湾就有这群人，可悲不思进取。你就可以看到青鸟崩溃到了极致。天啊，真的是太惨了，怎么会这么惨啊？青鸟，青鸟你们还好吗？我跟青鸟说，真的不要崩溃，崩溃了世界就没有未来，早点退坑比较实际。然后呢，每次讲到统战，好像只要中国人来台湾，他们就跟尤里或者 X 教授一样，自动会心灵控制。你只要一接近他，我就变成中国好棒棒，中国强大，中国万岁，台湾人死光光。我就觉得这很低能。那沈伯洋说的统战，如果你今天觉得一个中国人来台湾宣扬中华文化就是统战，那美国是不是也在统战？很多人会回我说啊，美国人们要统一台湾啊。好，那我就反问，如果今天我们原地做公投，我们要不要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第51州？我相信这个公投会过。那请问这样是美国统战成功了？我讲难听点，因为统战这个词已经被滥用了，请问谁不统战？人家的软实力就是强。之前我也跟比较激进的小粉红辩过，你们靠软实力，久而久之，台湾想不被统一都没办法，因为这个民意跟风气自然而然就会导向到那里。青鸟辩论的时候一直在吵啊，你每次讲中国有多强，那可是你看中国人均 GDP 还是很低啊，只敢讲总体啊。吵到这个我就说，好，今天你要跟中国竞争的那些人，请问你是跟90%的穷人来竞争，还是跟1%的人来竞争？
1%的顶尖人才就已经超过台湾的一半的人口，这些才是你要竞争的目标嘛。你如果自甘堕落到觉得啊，我赢过中国剩下80%的人，我就觉得很自豪了，可以啊。但是真的，你所谓来统战你的人，就是那1%、2%、10%的人。如果说老共这么弱，这么妖魔鬼怪，那你国民党是什么？继承国民党发展出来的民进党是什么？青鸟们，你们又是什么？青鸟的心态就是因为不尊重为大家做贡献的人，就是键盘侠的心态。我键盘抗中等于老公被我打败了，我金链条是一致的。他常常说统战，他都忽略掉有实力的人才有办法去统战别人。你没有实力的人，你讲什么人就不会相信你嘛。有些家属因为两岸分隔的关系，他们要进来帮在大陆被枪毙的人扫墓。我听到长辈讲，他们本来今年好不容易跟移民署陆委会申请，要让这些大陆家属用类似像马龙这样专案进来参加扫墓活动哦。后来东雕西雕应该没问题吧？就最后呢，竟然有一些家属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让他进来。我们后来去问为什么，然后移民署说对不起，上面长官决定说不能让他来，什么原因都不跟你讲。是民主开放进步吗？不怕大陆人过来，要显示出大陆独裁啊。可是现在很奇怪，为什么民进党党员什么的都可以去大陆啊，反而是大陆有些人就不能过来？后来他们知道说，有些家属他们还给你切结，就是说你不能接受任何访问。所以说你会发现陆委会愿意放他们进来啊，都是可以用来带风向、带新闻，而且是没有对他们有实质伤害的。真正对他们有影响的人，其实根本不会放进来。为什么后来民进党真的很怕跟大陆明着面去辩论政策？因为陈水扁在改革开放刚开始发展，他们去大陆一看，他们看到这个状况，就觉得说以后要跟大陆谈，越来越谈不下去。因为虽然说他现在还在慢慢起步，可他们知道说他有一天一定会变成今天我们看到大陆很强的样子。所以表面说什么统战不统战，实际上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嘛。大陆很强，就证明说他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的政治道路或许是我们台湾不喜欢的共产主义，可是人家真的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不输给美国那种东西，来争取台湾民心，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陈水扁确实对于大陆的是蛮震撼的。可惜意识形态跟政治正确的关系，就一直用统战2个字妖魔化。因为如果真的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话，那不见得所有人会支持统一，可是所有人一定会在以国家不分裂的情况下，绝对要跟大陆好好坐下来谈，把这个历史问题给解决掉。沈伯洋幻想陆生访台有统战的内涵在里面，有没有错？不能说完全错，可是除非你要干的就是完全的敌对，不然你要把所有接触陆生团的人都拖去枪毙吗？没办法嘛。所以你只能软实力自信，如果你不行了，那被渗透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像当年美国到处渗透全世界一样啊，对吧？所以现在其实对民进党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以前那种好玩不见了，留下来只剩下一些很粗暴、很粗鄙的言论，导致自己越做越死。